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10人驾到了你不知道三国系列，我是主持人叉叉 Y， 我是金老师。好的，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。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的是《三国》这个电视剧的第41集。在这一集的内容当中呢，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名场面，就是周瑜打黄盖，也就是传说中的苦肉计啊。那我们也有听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段话嘛，叫做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啊，促使了后续黄盖他诈降曹操，使得赤壁之战当中的火攻奏效啊。那当中这个关键的人物呢，就是黄盖这个人啊。那我们今天就把焦点放在黄盖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喽？好 ，OK， 我记得叉叉 Y 你好像很喜欢玩一款游戏，就是可以割草的三国游戏嘛。你有没有印象？如果你选择孙家阵营的话，最一开始其实只会有3个角色，起码我玩的那一代是这样。OK， 第一个角色一定是主角孙坚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身为君主。那其中一个人是谁呢？就是黄盖，对不对？顺带一提，我记得黄盖在里面当中的设定，他是会放地雷还是怎么样？他很会丢炸弹，然后而且你用丢炸弹的方式呢，很容易抢到马，所以一开始一定要选黄盖，要不然你会走路走得很辛苦。反正我当初看到黄盖他用那个地雷的时候，想说这是什么样的游戏？反正玩得很爽就对了。其实真三国无双这样的设定是有符合到一定的史实的。我说的不是扔炸弹的部分。我们在看《三国志》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传记是记载着对于江东集团贡献卓越的一些武将，总共有12个武将。12个武将当中，排行第一的叫做陈普，排行第二的就是黄盖。当然啦，这边的排行不是只说他们的能力的高低，更多是指资历的高低，因为陈普他几乎就是整个孙家集团当中最德高望重的武将，资历够深。黄盖排第二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应该是很早就加入到孙家集团当中了。具体来说，他是什么时候加入呢？根据黄盖在《三国志》当中的传记，他是荆州的零陵人，是在零陵这个地方开始跟随了孙坚。为什么他会去跟随孙坚呢？是因为孙坚曾经有一度奉命征讨在荆州南部掀起叛乱的欧兴势力，估计就是孙坚带队来到荆州的时候，黄盖就顺便加入到孙坚的麾下。之后呢，在攻打董卓的战争，黄盖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孙坚的别部司马，什么意思？像是机要参谋的意思哈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时候黄盖已经很受到孙坚重用了。不过这边就要稍微吐槽一下哈，大概就是老资格的关系。你再看那个光荣三国志系列，通常这种所谓的老资格的人，他们登场妆容都会画得很老。黄盖比方说在游戏登场30多岁，结果他的形象是怎么样？白胡子老爷爷那种形象，就是哇塞，你才30多岁，你为什么胡子这么长？还有都是白色的。James Harden登场也不是这个样子啊，对不对？就是 NBA 的哈登不是有那个大胡子嘛？你也没看到哈登用那个白色大胡子在 NBA 跑来跑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会让我觉得很好笑，这算是形象上的误区啦哈。总之，黄盖很早就开始跟随的孙家，后来他主要战绩在哪边呢？他主要的战绩就是协助孙家去平定扬州地区的山越。什么叫山越？简单来讲，越是指越族人的意思，是一个族群的名称。那这些越族人很常生活在山区，所以叫山越。山越因为生活在一些地形比较险恶的地方，所以民风剽悍。更重要一点是，他们在山区啊，如果你派遣大部队去征讨他们就散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只是派小部队去征讨他们性情又很凶悍，往往把小部队给打得落花流水。所以其实孙家在平定江东的过程当中，除了要击败当地的军阀势力之外，还要面对山越的威胁。基本上所有孙家你能够叫得出来名字的武将都打过山越，黄盖他也不例外。那有一次呢，黄盖他在石城县这个地方担任县长的时候，当时黄盖就安排了2名官员，就告诉他们说，哎呀，其实啊，我这个人没什么才能，我最擅长呢是靠着武功打仗，内政这种事
事情我不是最擅长的，所以呢，我就要拜托你们两位好好帮我监督各个官员。那你们如果用心做事，我一定挺你们。但是如果你们不用心做事，先跟你们说了哈，我也是一个愿意尊重官员的人，我绝对不会随便打骂你们，但是我希望你们好好做事就对。好，我话已经说完了。由于黄盖他在孙家老资格嘛，一开始官员都觉得说来了一个重要人物，大家要盯紧一点这个样子。结果过一段时间就发现黄盖这个人说到做到，就是他不怎么去仔细监督底下官员做什么，说好听一点就是放权，就是说哎呀我对你们够信任，那说难听一点，哎呀摆烂，长官摆烂不认真，当然就是我们这些部下向上管理嘛，对不对？自谋私利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这两名本来该监督其他官员的人，自己就开始摆烂，开始有一些不法的行为。那这些消息后来被黄盖得知之后，黄盖一开始也没发飙，而是怎么样收集一些相关的证据。那有一次黄盖说：“各地官员，我们现在来一个总检讨，大家一起聚集。”于是包含这两名监督官员在内的10城县官员都被召集过来。此时黄盖就摊出所有罪证，说：“我那么信任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怎么都做一些贪赃枉法的事情？”那这两个官员看到说：“哎呀，证据都被人抓到，怎么办？”当场只能谢罪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的错，我们的错，请你饶了我们。”黄盖子就说：“我不是跟你们讲过我很尊重官员吗？我绝对不会轻易的打骂你们的，但是你们今天做的行为也该作为官员的表率，我不会打骂你们，来人啊，把他们给拖出去砍啊，直接砍了。对，我没有打骂你们啊，对不对？那其他官员一看就是哇塞，这个家伙玩真的。10城县后来这个地方吏治就非常的亲民，所以话又说回来，黄盖虽然自谦说哎呀我这个人擅长是打仗，这句话是没有错，但是他其实统治部下方面也是具有一定的才能的。但是他真正人生当中的重大时刻是什么呢？还是赤壁之战。当时的所谓的赤壁之战，其实有一段时间陷入到僵持状态。曹操他已经南征荆州成功之后，本来想速战速决，迅速击垮江东集团，结果谁知道不擅长水战，所以在水上跟周瑜的江东水师交锋之后，吃了一点小亏。此时曹操就觉得说，这个水军战况不行啊，强攻是没有办法的，所以此时曹操就把他的主力部队收拢到了长江北岸地区。周瑜的部队怎么样？就在长江的南岸地区，双方开始互相对峙。可是要注意哦，虽然暂时打了一个平手，但是江东地区毕竟没有像曹操那么多的资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长时间对峙下去，即便周瑜这边军队人数比较少，但反而在后勤供应方面会不如曹操。此时黄盖就跑出来说，今厚众我寡，难与持久，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，可稍而走也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再这样长期对峙下去啊，那不是办法的。可是我观察到曹操的水军，哇，那个船只都靠得非常的密集，如果我们使用火攻，就有可能把他们给击退。周瑜就觉得说，有道理。那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历史当中并没有周瑜打黄盖，而是黄盖他就开始先做一些准备。第一个，你要烧人家嘛，对不对？就要准备火种船，就是准备一些船只，里面就放着一些易燃品，到时候施展所谓的冲撞攻击，然后点燃之后，把对方的船全部都给烧掉。这是第一个准备船只的部分。第二个，那我要怎么样才能接近曹操的船只，然后去点燃冲击他们呢？对不对？我要是敌军，我稍微远远的出现，曹军就会预备啊，他也不是傻瓜嘛，他一定会分散开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黄盖想到就是我必须得诈降，他就写了一封信告诉曹操说，我这个人啊，我是孙家老资格的部将，其实我受到孙家很多的恩惠，我应该要好好报答孙家的。但是我观看现在我们孙家只有所谓的江东6郡，而曹公你呢，哇，你有中原的100万大军，其实以我们这点实力去对抗您啊，那是没办法成功的。这种道理我都明白，就那些鲁肃跟周瑜不明白，我受够这些人了，所以我决定投降，希望你曹公好
好好接纳我。曹操接到这封信，反而觉得说，真的还假的？怀疑了一下。对啊，这么老资格的人，竟然也愿意投降哦。所以曹操就回信说：“你来投降当然好。”这句话也是事实啊，就是孙家最老资格的都投降了，那其他孙家的将领也一定会望风归降嘛。所以你来投降当然好。你若是真心投降，我封给你的官位绝对超过你所求所想，荣华富贵一定等着你。总之，曹操也是真的有一定被说服了，毕竟黄盖老资格投降，这个诱因实在是太大了。于是，终于到了关键时刻，黄盖他就率领着这些火种船出发，前往曹操的军营。曹操一开始还很开心说：“黄盖来投降了。”曹操的军队也很开心说：“听说今天有大人物要来投降。”大家就是都出去观看，放松了戒备。此时，黄盖就下令冲！船只加速，点燃之后撞击曹操的船只，砰的一声，造成曹操很多舰队的伤亡。当然，这个时候我们要讲其实黄盖这样的攻势，说难听一点，就叫自杀式攻击。不要忘记你自己也在船上嘛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好，所以当时在冲撞曹操军队的时候，曹操军队也不是白痴，他们发现状况不对，开始射箭还击，黄盖就被箭射中了，就啪就掉落到水中。当然后续孙家的大批部队想要扩大战果，继续攻打曹操的舰队，所以后来黄盖就被后续的船舰给捞上来。但是古代毕竟那个通讯没有很方便，小兵也未必认识大将，所以后来的人因为他不是黄盖的嫡系部队啊，就捞上来说哪来的老头啊，剑还没死啊，把他给放着，待会再来救援好了。于是就把黄盖放在哪边？放在船舰的厕所旁边。其实这跟死了没什么两样，你就想想看，你都已经受伤了，然后旁边还有那个恶臭，然后大家也没有心神去照顾你，所以当时黄盖就想说：我的天哪，我是想过说我九死一生，我有可能丧命于此，但我没想到我要丧命在一个这么有味道的地方。我明明是孙家老将，竟然不被人家认识，我的天！然后就开始哭起来了，然后开始哀嚎说：谁可以救我啊？幸好这个时候有人出现了。刚刚讲过嘛，在描写吴国的史书当中，有12个武将并列在同一个传记里。这里面当中，第3老资格的韩当就出现了。毕竟同属老资格嘛，韩当跟黄盖之间交情也很深嘛，所以韩当当时在酣战当中，就突然听到有人哀嚎说：快点救救我啊！不要把我放在这边啊！韩当就说：这个声音怎么听起来那么像黄盖的声音啊？就去找声音的来源，就发现果然是黄盖，你怎么会在这边？然后才赶快把他给救援起来。好险，不然的话黄盖就有点憋屈，是他不是死在自杀冲锋当中，他是死在厕所的旁边。哇，这传出去可就不好听了。对，好，那赤壁大战获胜，其实黄盖拥有卓越的贡献嘛，对不对？那黄盖在赤壁大战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啊？答案是以前去镇压山岳这个少数民族，赤壁大战之后继续去镇压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，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很常就散居在这个山当中，行踪飘忽不定，而且他们不像是所谓的一个国家，比方说，我把国家的首领找出来斩首之后，他底下的军队就溃散，他比较像是散居在山中的每一个小村落，他们都对外来势力非常非常的敌视，所以就算你平定了这个村庄，不好意思，你还有好几个村庄要接连继续给平定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黄盖以前要打少数民族山岳，赤壁大战之后仍然要打其他的少数民族。那当时他的主要战场在哪边呢？已经跑到荆州南部的武陵地区去。当时有一个状况，就是武陵地区的少数民族又掀起了叛乱事件。黄盖当时有多少人？他身旁只有500人。那其实面对蛮族大军的进攻，500人照道理讲是远远不够的。结果此时黄盖就表示说：不要防守城池，打开城门放他们进来。那些少数民族一看说：既然连城门都没防守，冲进去打死他们。于是当这些蛮族冲到武陵城内的时候，此时黄盖才下令说：把城门
关上，于是有一部分的蛮族就被留在了武陵城内。黄盖在率领着他的少数精锐反向攻击，结果斩杀数百人，可以算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将军哈。此后呢，还是一样出没在不同的地方，平定少数民族的叛乱。那历史并没有仔细交代他是在哪一年过世的。总之，可以判断黄盖直到他死前都仍然活跃在所谓孙家的战场当中。哇，那这样听下来，黄盖真的是活到老打到老啊！对啊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。其实透过黄盖的经历，我们也可以解答一些人的疑惑，就是很多人去看《三国演义》，或是后来有去接触到《三国志》，就会觉得说，等一下，蜀汉明明领土比起东吴还要少，人口也比较少，可是你看每一次诸葛亮北伐出去作战，都好像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，就是不克中原，金不还。他怀有强大的意志，反而是你人口较多、军力也比较强的江东集团，每一次都好像去北方打仗，就是稍微这个北方一日游哈，就是来这边一下下，战况一不对劲，立刻缩回去，或是当诸葛亮卖力的作战的同时，孙权竟然没有派兵在东线战场也一起联合夹击，甚至到最后是诸葛亮必须得专门派遣使者告诉孙权说，我又要北伐了，拜托请你配合我。很多人就觉得说你孙权这样子坑队友很不应该，你那个实力比别人强大，却一直在那边北伐作战的时候划水，你这样子是不是很过分？你从黄盖的例子就知道，孙权他是不想北伐吗？他是没有能力北伐。你明明人口比较多，势力比较庞大，你为什么不北伐？你为什么没有能力北伐？答案就是他要镇压内部的山岳。往往如果你把精锐大军调往北方的时候，这些少数民族就可能掀起叛乱。你后院着火了，你在前线打得安心吗？搞到最后，孙权他就必须派驻大量的兵力，先把这些山岳平定了之后，他才能去配合诸葛亮的攻势。所以透过黄盖的故事，稍微帮孙权澄清说，他不是卖队友专业户，每次跑到北方去就只能搞北方一日游。其实孙权他很有野心，但是人生就是难免会有一些不得已的状况。对，好，以上呢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有关于黄盖的故事啦。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，怎么样想法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。你不知道三国系列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Thank you.